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为何古代读书人常说得意学孔孟，失意学老庄呢？人在顺风顺水之际研读孔孟之道，是为了防止过于飘飘然，忘却了为人处事的分寸。然而当你真正坠入人生谷底，内心的那道坎难以跨越之时，真正能够拉你一把的往往是庄子。读懂庄子，你会惊觉世上竟真有人能达至那般超凡境界，超越得失，看淡生死，甚至能将生活中的所有磨难皆化为滋养自身的养分。接下来咱们就深入聊聊一个人内心强大到令人惊叹的7种境界。第一种境界，面对得失。庄子在《田子方》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：楚国有位大臣名叫孙叔敖，他3次登上相国之位，又3次遭罢免。试想，若换成普通人，如此大起大落，恐怕早已崩溃。可孙叔敖呢，上任时未见他有丝毫得意之色，被免职时也不见他有半点沮丧之情。旁人不禁好奇，问他是如何做到的。孙叔敖答道：能否当官并非我能决定，我所能做的唯有让自己保持无忧无虑。至于人生的起起落落，随他去吧，我又何必为此纠结？其关键并不在于他多么能隐忍，而是他深知一个道理：得失之事，人力难以掌控。我们来到这世间时两手空空，离去之时同样一无所有。中间所经历的那些得与失，不过是暂时存于手中罢了。内心强大之人并非不会失去，而是能够做到得而不喜，失而不忧，泰然处之。第二种境界，面对好坏。庄子曾说过一句颇为经典的话：人皆知有用之用，而莫知无用之用也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大多数人都觉得只有那些看似有用的东西才有价值，而无用之物便如同废物。但庄子却不这么认为。他也曾讲过一个故事，惠子对他说，自己有一棵大树，树干扭曲不直，树枝也弯弯曲曲，连木匠路过都不屑一顾，实在毫无用处。庄子听闻，微笑着反问：你为何非要以木匠的眼光去评判它呢？这棵树生长在路边，你可以在其下乘凉休憩，它为你遮风挡雨，这不就是它最大的用处吗？就好比人生中那些痛苦的经历，当时或许觉得毫无益处，唯有痛苦相伴。然而对于内心强大之人而言，这些经历皆是成长的养料。他们不会抱怨为何倒霉之事总发生在自己身上，而是会思考这件事能教会我什么。所有的经历最终都会成为自身的一部分，让自己变得更加坚韧强大，这便是一切为我所用的智慧。第三种境界，面对孤独。庄子在《逍遥游》里描绘了一只大鹏，他立志要飞往南海。地上的蝉与小斑鸠见状，纷纷嘲笑他：我们扑腾几下，飞个几丈高便心满意足，你费那么大劲干嘛？大鹏并未理会他们。待到6月大风起时，他独自乘风翱翔，得以领略高空之中旁人永远无法看到的壮丽风景。这只大鹏其实就是庄子自身的写照。他所处的时代动荡不安，许多读书人纷纷追逐仕途。庄子虽穷困潦倒，可当楚王邀请他入朝为官时，他却毅然拒绝。他宁愿独自一人隐居山野，与鸟兽为邻，也不愿卷入世俗的纷争之中。在旁人眼中，他孤独寂寞，可他却乐在其中。他说，独来独往之人方为真正高贵之人，其核心并非在于他喜爱独处，而是他无需依靠合群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那些惧怕孤独的人，最终往往会泯然众人，而能够享受孤独之人
方能活出独一无二的自我。这正是人为孤独，方能出众的深刻寓意。第4种境界，面对名利。庄子堪称先秦诸子中最为穷困的一位，时常面临饥饿的困境。但当楚王派人前来邀请他出任相国时，他毫不犹豫地一口回绝。他说：“我宁愿做一只在泥水中自在打滚的乌龟，享受那份无拘无束的自由，也不愿被困于朝堂之上，看似风光无限，实则身不由己。”后来他的好友惠子在梁国担任相国，庄子前去探望，惠子竟误以为庄子是来抢夺他的相位。庄子听闻后，给惠子讲了一个寓言，有一种名为鸢雏的鸟，它非梧桐树不栖息，非竹子的果实不食用。有只猫头鹰捡到一只死老鼠，看到鸢雏飞过，吓得赶忙护住死老鼠，生怕被夺走。庄子借此讽喻：你以为你的相位是稀世珍宝，在我眼中不过是那只死老鼠罢了。我们普通人一生常被名利所左右，没钱时焦虑万分，有钱后又担心失去，始终不得安宁。内心强大之人，并非不爱钱财，而是不会被钱财所操控。他们穷困之时，不觉得自己低人一等，富贵之际，也不认为自己高人一筹。这便是不戚戚于贫贱，不汲汲于富贵的豁达心境。第5种境界，面对无常。庄子在《知北游》中感慨：人生天地之间，若白驹之过隙，忽然而已。人生太过短暂，你以为能够永远拥有的事物，或许明天就会消失不见。就拿苏轼来说，大家都熟知他是个天才少年，20出头便名满天下，连皇帝都对他赏识有加，这般人生开局可谓完美。可后来呢，他却一贬再贬，最远被贬至海南。换作一般人，恐怕早已崩溃，但苏轼并未如此。他说：“九死难荒无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。”即便被贬到如此偏远之地，他仍觉得这是一趟独特的旅程，看到了他人难以见到的风景。还有黄庭坚，同样是少年天才，后来也遭贬谪。他写下“俯仰之间已沉寂，木窗归僚读残书”的诗句，意思是转眼间过去的事都已成为历史，倒不如回家关上窗户，静心读书。其关键并非在于他们多么能忍受挫折，而是他们明白一个道理：世间万物变化无常，皆为寻常之事。今日的顺遂，不代表永远一帆风顺；今日的困境，也不意味着永远无法摆脱。他们不与命运强行抗争，来了便坦然接受，走了也不强留。这便是看透无常，一切皆是寻常的洒脱。第6种境界，面对生死。庄子最为著名的故事当属骨盆儿歌。他的妻子去世后，好友惠子前去吊唁，一进门却看到庄子叉开双腿坐在地上，一边敲着瓦盆，一边唱歌。惠子见状顿时急了，说道：“你妻子陪伴你一生，为你生儿育女，如今她离世，你不哭也就罢了，竟然还唱歌，实在太过分了。”庄子却回应道：“并非如此，他刚去世时，我又何尝不难过？但后来我思索，人原本并无生命，亦无形体气息，是在天地之间历经种种变化，才拥有了气息，气息演变出形体，形体进而孕育出生命，这一切不正如同春夏秋冬四季的更迭吗？他如今静静地安睡在天地这个广阔的大房子里，我若在一旁悲痛哭泣，岂不是太过不懂事了？”这便是庄子对生死的态度。他不惧怕死亡，也不忌讳谈论死亡，而是将死亡视作一次远行，一场休憩。内心强大之人，并非不会面对死亡，而是他们深知生死乃自然规律，无人能够逃避。与其恐惧，不如珍惜当下，
好好生活。既然我们无法决定生与死的方式，那就决定如何去爱，如何去生活吧。这正是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的豁达人生观。第7种境界，面对生活。庄子曾讲过一个空船的故事，极为经典。有一人在河中划船，忽然看见前方有条船正朝着自己撞来，他大声呼喊，却无人应答，于是忍不住破口大骂，指责对方不长眼。然而当船撞上来时，他才发现那是条空船，上面根本无人，瞬间便怒气全消。其实生活中那些令你生气的事，很多时候就如同这艘空船，事情本身并无好坏之分，是你心中觉得他凭什么这样对我，才会心生愤怒。但倘若你能够允许一切事情的发生，便不会再为此生气。庄子有句话叫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意思是当你知道有些事情无法改变时，就坦然接受它。这并非是认怂，而是一种生活的智慧，允许好事降临，也允许坏事发生，允许别人讨厌你，不自我内耗，不对抗生活，怀揣着一颗从容的心去生活。你会发现，再糟糕的事情也难以对你造成真正的伤害。这便是允许一切发生的处世哲学。庄子在《应帝王》中说，智人用心若镜，不将不迎，因而不藏，故能胜物而不伤。意思是智慧之人的心如同镜子，事情来了如实反应，事情走了便不留痕迹，所以不会被外物所伤。倘若我们能够修炼到这般心境，像庄子一样，不为外界所扰，不被情感所困，不被物质所累，不被世俗所伤，那么世间纵有千般挫折，又能在我们心中掀起多大的波澜呢？看到这里的朋友，如果您渴望探寻更深层次的人生智慧，如果您期望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寻得内心的宁静与自在，建议你去我的橱窗仔细研读这部国学经典《庄子》。庄子一书以其奇幻的想象、深邃的思想，展现了道家哲学的独特魅力。它能引导我们突破世俗的局限，以更加超脱的视角看待人生的得失、好坏、孤独、名利、无常、生死以及生活中的种种境遇。通过研读庄子，您将领略到一种豁达自在的人生境界，获得应对生活挑战的智慧与力量，开启一场与千古圣哲对话的精神之旅。好，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，点赞关注逸轩，我们下期见。